大家好，我是 Claire。大家有没有想过，在67岁一个法定退休年龄之后，你是不是还有钱可以过下半辈子？因为记得以前我们说的70古来稀嘛，那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70岁，为什么它变成一个法定的退休年龄，也是因为那时候呢，我们渐渐的也有好几年可以安享晚年，对吧？但是现在时代的进步呢，我们会活的基本上很多人都活超过80岁到90岁之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等到你法定年龄到的时候，你该退休的时候，67岁之后，事实上你可能还有20年、30年的时间。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真正的钱，让你度过真正所谓的安享晚年哦？因为所以我现在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频道未来的走向呢，会一直围绕在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生走到中段的时候，有没有想过67岁退休之后，我的生活将面临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有一些问题就在于说，67岁退休之后，我们活到80岁到90岁，我们没有足够的健康，没有足够的能力或收入的话，我们如何生活自理，然后支持后面20年的生活？那我的问题很简单，想问大家有看到这一个频道的人，我只想问你几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个，67岁了之后，67岁后你会问的是，我还健康吗？我还喜欢自己的状态吗？我每天过得开心吗？我还有能力为这个社会创造什么价值吗？还有就是说，我能还有收入吗？因为退休金只会越来越少，因为物价越来越高，你能买得到的东西就是越来越少的，对吧？那这个时候，你还有没有能力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哦，这也是最近一直围绕着我的问题。就像你之前可能看到我这个频道，也知道说，我之前呢一直是在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疗法里面做的是一个区域的经理。那我每天面对的就是生老病死的这些病人，他们告诉我的一些他们的人生的故事。然后再加上呢，我之后也房地产创业成功了，所以呢，基本上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我40岁算是财务，就是不算自由，但是起码我就是不需要再出去外面工作了。但是这段时间呢，我也想的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呢，父亲跟我家人来伦敦，我们一起去旅行的时候，我看到更多的问题，因为小孩子他们有时候觉得说被父母压抑了，所以他们要的是自由。他们创业最主要就是为了要自由，比如说财富自由啦，或者是讲旅居啊，他们要的是自由。但是等到我们60、70岁之后，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安全感，因为就像从我爸爸身上看到，其实这一趟旅程他们玩得很开心，但是呢，父亲呢却因此身体状况就是不是太好，那我要一路照顾他到他回国为止哦，所以他们要的是安全感。那这时候我们的创业就会比较不一样，因为我们必须要替我们的未来攒到足够的钱，或者是创造一个所谓的资源，能让我们源源不断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哦。那么就像我一开始的标题说的，我们中年的危机或者是转机，也许是转机哦。那我们的中年，我们的创业为什么要创业呢？我们有5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45岁以下可能没有想到的。那么我画了一张图，你可以看一下哦。这个就是我画出来的。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曲线，时间，然后这个是效能，对吧？那当我们是越走越老，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我们的效能越来越低，这个大家能理解对吧？OK， 所以我们会有人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中年危机哦。
但是呢，我会觉得说中年危机也可能是中年转机哦。就像我当年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到英国念书到扎根，其实也是告诉自己说有一个转机，因为我在自己的国家或者是每天地震，或者是因为政治的因素呢，我觉得说我能得到的教育的资源不会有那么的好。所以我当时呢非常刻苦念书，然后就出国留学，然后直到现在拥有自己的算是一小份的事业。所以我也不是说我是第一次创业，其实我是 N 次创业了哦。但是我很开心也很欣慰的是，我有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就是说我40岁以后，起码我过的是我自己想要的生活，我用我的钱把我的时间买回来了哦。但是现在有一个迫在眉睫存在所谓的存在心理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事，其实我也想过说，我这些钱够花吗？也许我觉得说我从房地产创造的被动收入足够让我40岁到50岁无虞，对吧？但是等到真正的67岁退休之后，我的收入是不是仍然支持我要的生活呢？因为房子是资产，但是压在里面的资源是更多的。那我们所谓的房客也就是这么几个。那英国的政府一直在改变，现在的英国政府已经算是在与民争利了。那我们不谈政治哦，但是这个是每一个国家都会经历的一些事情跟改变。那既然时事在变，那我们人也必须要做一个改变。OK， 那我们言归正传，我说的一个曲线图可以决定了哦，就可以让你看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创业或者是再创业。就像我们说的，时间当我们越来越老，我们的效能越来越低，对吧？但是呢，我们要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那我们现在就为大家揭秘哦。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容貌跟体态。你能相信吗？其实40岁之后呢，我一时之间，我竟然胖了将近15公斤。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之前我发布了一些影片，那些买房子的影片，最主要是要给我的一些朋友，他们想要买房子，我不想要同一个问题回答很多遍，所以我才会去发布那些影片。那因为这些东西是永久性的，那他们如果以后问我，他们可以看这个影片。那加上我这几年对自己的容貌也不是非常的有信心，因为 COVID 之后，40岁之后，我一下子增长了15公斤。事实上，我不是太喜欢露脸的，但是呢，这个地方是让我比较焦虑的部分。对，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所谓的没钱，对吧？你想想看，现在也许我买一个感冒药，亚洲我不知道，但是在英国一包感冒药可能就要可能就要就是5-6英镑的钱。但是未来呢，等到我们的菜价一直在涨的话，那未来这个钱呢，可能就变成了7-8将近10钱。那你现在去中国城，以前一个便当可能就5.8，现在一个便当是12哦。所以呢，这时候就真的会让我们危机到，就是说，也许我们可能一个月5-6千镑，对吧？但是几年后可能就真的买不到什么东西哦。所以这是很担心的是，你想到的所谓的足够的退休的钱，在未来20-30年可能真的是不够的哦。那第三个问题呢，是什么呢？是生病。什么最惨呢？当我们越来越老的时候，体能越来越差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钱，看起来老态龙钟之后，还没有钱，等到没有钱还生病，还没钱看病的时候，这个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哦。因为医疗费真的是很贵，
有时候可能就几百块钱，有的时候是上万哦。那这时候你准备好了吗？如果没有保险的人，是不是更加的担心了？但是就算你有保险的话，保险公司也会叫你先付，然后他才会后退还给你钱，对吧？然后呢，第4个是什么呢？是资源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提到资源的问题呢？你想想看，现在有很多的顶客族，或者是单身主义者，或者是小孩子离家的时候，他们自己都没办法养活自己，他怎么会去照顾你呢？你想太多了呢。以前我会觉得说养儿防老，但是现在他不肯老，你就要偷笑了，对吧？你还要他养老，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那这就会有资源匮乏的问题。你以前觉得你老了之后，你以前为他们的无私奉献，他可以加倍的无私奉献给你，但是你别忘了，他们也有小孩。那这时候呢，资源就会分配不均。那这时候分到你的部分又有多少？基本上是没有了。那第5个呢是什么呢？连结。这为什么我会觉得很重要？人呢是有情感，是群居的动物。如果他今天没有人，他就在家里干耗着，因为行动不便，他没有办法去连接到外面的世界。那这时候人没有情感的慰藉的时候，又没办法出去外面看世界的时候，人是更容易学得孤孤单单的。那这时候呢，可能有病情呢就会更加的加重了。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我会为什么要讲到这5大项？因为呢，这是我一直在研究的一个事情。最近可能，因为玩了这么一趟下来跟我们家人有小朋友，又有80岁、85岁以上的老人所以我很感慨。所以我决定再为我自己立一个案子就是呢，我怎么样算是再创业，然后用一个把成本压到最低的方法，然后让我自己的价值体验出来。因为所谓的金钱是什么？对我来说，所谓的金钱就是你为这个世界能不能提供你的价值。当你的价值跟别人想要的，你能提供的是别人想要的，这时候你创造的价值，你就可以赚到你应该赚的钱，对吧？那这个是我的一个起心动念的部分。为什么？刚刚我要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还健康吗？我喜欢自己的状态吗？我每天是不是过得开心？那我有没有能力创造收入，或者是我还没有未来有没有选择权？因为就像我父亲母亲说的，他们希望他们有尊严的老死。这句话对我感触蛮深的因为我觉得我会好好照顾他们，我的兄弟姐妹可以好好照顾他们。但是确实老有所依这件事情，就这么讲吧，我是个顶客族，所以这部分可能未来我就真的没有人可以帮我养儿防老这一块已经用不到我的身上了。那我要怎么样可以让我自己价值感提升，并且呢，在我知道这5个最大的危机情况之下，我能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并且努力的自己去把这些能找到相对合适的答案比如说能让自己保持有活力，然后减少上医院的几率，然后能创造一个被动的收入，或者是一个主动的收入，一个资产。然后我有资源，就是说我的资产可以在我睡觉或者是生病或者是不想工作的时候呢，继续帮我同时创造收入来养活我自己。那怎么样让跟这世界做连结？就像我现在发布这个 YouTube 的影片，我们是 One Cut， 我们没有 NG 但是我想让你看到我最真实的自己，以及我为什么要给自己立个案，或者是想说用这一个频道来做一个中年创业实验我用我自己来做一个范例吧。
对，那如果你跟我有同样的问题，我们无法减少老去，但是我们却效能的减低之下，我们怎么样把我们自己最真实的一个价值提炼出来，然后为人所用，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创造的收入，可以支持我们老有所依，或者是有尊严的老去。OK， 那我就说我也写了一个，就是说自己做一个 case 啦，然后最后呢，我很想知道，就是说这个频道是很简单的，这是我一个个人的一个实验哈，如何让我的下半生变得更加的精彩？因为我看了很多 YouTube 的频道，有时候有人说中年呢，总是发一些佛经啊，或者说你要断舍离啊，但是其实人生的下半场，我们还是可以对生活非常的有热情，还有就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要去探索，永远把自己当做一个孩子一样去探索这个世界，不要说是贪心，但是我们用一个婴儿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也许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变得更好。那所以呢，我说呢，这个频道我们要怎么样创造，让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更加的精彩丰富，遇到我想遇到的人，学习我想学习的新的项目，然后让自己更加的怎么讲丰富，这是我想要的。那我的 slogan 就是说呢，怎么讲呢 ？Look good，feel good，然后是 live good。因为我想就算20-30年后看到镜子中的自己呢，我还是觉得说，Claire， 你有精气神，今天是个好日子。然后再来会觉得说对，我天天是觉得快乐，因为我有帮助到别人，我有提高到我自己的价值。然后再来是什么 ？Live good， 怎么 live good 呢？就是呢，我不用担心钱，因为钱这东西，说好也说不好。但是真的，当你人老了，又病的时候呢，没有钱，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个医疗团队或者是买药哦。那这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然后，如果你可以有人找到一个私人养老院去照顾你，那是最好的。但是，一旦你没有钱，你可能连照顾你的人都没有办法照顾你，因为他也要养家糊口嘛，对吧？那你要让人家知道说，你是不是能得到一样的妥善的照顾？这个不能靠政府机构，只能靠你自己的一个觉醒哦。所以呢，我就说呢，喜欢镜子中的自己，每天活得有精气神、有喜悦，更重要的是60、70、80岁仍然有健康、有收入、有选择，可以有尊严的老去。OK， 那影片的最后呢，我也想要知道说，大家在目前的你看到这个表之后，听到我这段话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想呢？那如果你也是40岁或50岁以后，开始思考你的后半生要怎么活呢？那能告诉我留言一下，告诉我，然后也告诉我现在最让你担心的是什么？是健康，还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收入，还是你根本不知道你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做哦？那请你留言告诉我，因为呢，就像我说的，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我们都希望跟这世界上做连结，所以呢，做所谓的连结呢，我透过这个 YouTube 频道，我也想要跟你们做连结。那你要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努力，一起成长。那么未来我这个频道就会继续往这个方向走了。那谢谢大家，拜拜。